你也想要架自己的 AI agent， 但是觉得很难吗？我最近呢架好了我自己的 Hermes agent， 过程中真的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简单非常多。我觉得最棒的就是我还可以架在云端上面，然后直接串我手机的 Telegram， 我直接在手机上面就可以交代它任务或是排程。例如说大家看我手机上面呢，我早上9点还在床上的时候，它就已经帮我把今天的 AI 还有科技新闻整理好，传到我的 Telegram 了。然后在中午的时候呢，它就直接帮我安排今天的影片要拍什么，就是它会给我选几个主题。然后我选好之后呢，他在下面直接就开始帮我写脚本，所以下午我吃完饭回来呢，立刻就有脚本可以开拍，简直就是助理了吧！而且这个助理呢不需要薪水，24小时不用睡觉，而且他还会越用越聪明哦。没有错，这支影片呢就是来教大家怎么架设 Hermes Agent， 包含它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要怎么架设，一步一步的流程呢都会详细跟大家解释。看到最后呢，你都会发现新世界。首先第一个呢，要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 Hermes Agent。这款呢，最近在国外真的红到不行。那它是有一个开源 AI 实验室 New Research 做的一个 AI 代理人。那它跟 ChatGPT 那类的 AI 最大的差别呢，就是 ChatGPT 它就是一问一答嘛，但是 Hermes 它可以从交代任务到执行全部一次跑完。而且呢，它有2个超级大的特点。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长期记忆，就是你跟他讲过的事情呢，他真的会记得，而且它不是那种死记哦，它会反复推敲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或者它会记起来，你今天比较喜欢吃哪种食物啊？你今天写作比较喜欢怎样的风格啊？它会默默的记起来，不会说你下一次打开的时候，它就又全部都忘记了。再来第2个很重要的就是它会自我进化。Hermes 它做完一件事情，它就会默默的把它写成一个技能，然后下次呢进到一样的情境的时候，它就会使用这个技能来解决，就不会好像又花了很多时间做一样的事情。所以 Hermes 它会越用越快，而且越用越好用。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架设流程，总共有5个步骤。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 Hermes 它可以装在你自己的电脑或者是云端。那我自己呢是把我自己的 Hermes 架在一个云端的 VPS 上面，叫做 Hostinger。主要是因为我想要有另外一个空间自己去储存我 Hermes 用到的资料啊，或是它的记忆等等的。因为如果你需要一台电脑来架你的 agent 的话，你24小时要开着它，而且今天它有一个闪失的话，记忆就全部都没了，而且你所有的 API keys 啊，你所有的重要的资料都存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还蛮危险的。所以我这次呢就是把它架在 VPS 上面，就有点像是云端电脑的概念哦。它是24小时都开着，所以不太需要去维护。然后再来呢，我们就会来示范说怎样串接一些很常用到的东西，例如说我们第一件事情一定是要串接我们的 Cloud， 就是串我们的 API。然后接下来呢就是直接串 Telegram， 虽然听起来很复杂，可是实际上操作起来真的超简单。然后最后呢，我们会来示范一下怎样设定这个 Hermes 它的排程任务。那我们现在呢马上就开始吧。那会选择 Hostinger 这个 VPS， 原因是因为它有一个 Hermes 的一键模板套用，也就是说你直接点几个按键呢，你的 Hermes 就架好了，听起来超级神奇。然后我实际用起来呢，也真的是这个样子。那这个连接呢，我放在资讯栏，你们可以直接去点击。首先呢，在 Hostinger 它的主页呢，它下面有一个 VPS 可以直接选择，你就选这个。然后我们就来设置一个新的 VPS 主机。那首先呢，选择服务器的部分，基本上就选它预设就好了。然后安装的程式呢，我们这边就来搜寻 Hermes， 这边就有 Hermes Agent， 点进去，然后选择。然后这边呢就可以选择你自己的 Hostinger 的这个方案。那在方案的部分，我自己是选这个 KVM2， 它是2核心的8GB 记忆体，然后有100GB 的硬碟。那我觉得这个呢跑一个 agent 是绰绰有余，或者是你想要架2个也都 OK。你是在同一个 VPS， 然后去创建2个 Hermes 就可以了。同一个伺服器，你想要养多少个都可以，只是它有可能就是马上就塞满，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就是养1、2个就好了啦，不要太夸张。然后呢，在优惠码这边记得要输入优惠码 AppleMate 可以打9折，差非常多，一定要记得使用，然后你就可以去付款。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继续设定我们的 Hermes。首先，我们来新增一下这个 Hermes 的部分。好，那确定你要建立这个 Hermes Agent 之后，它就会给你这个管理权限的账密。那记得你一定要把它记起来，就是你的使用者账号密码，然后是 API key 什么的，全部都给它记一下。就是你按这个眼睛，它就会出现这个密码，那你就要把它记下来。好，确认没问题之后呢，按下面的部署。好，那我们刚刚部署完之后呢，它会显示它已经在创建了，然后你就要等它一下。
OK， 这样子就创立完毕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你怎样实际的跟 Hermes 进行互动。在你的 VPS 的主页里面呢，你去进行管理，那里面你就会看到你的 Hermes 在这边。那我现在是已经建了2个。那这边呢就要介绍 Hermes， 它有几种不一样的形态哦。首先第一个呢是它自己有内建一个控制台，就是长这个样子。那它就是在这个页面呢，你直接去选择这个打开应用，它就会进到 Hermes 内建的这个控制台，或者是这边呢，你也可以去设定排程啊，或者是输入金钥 API 等等的，都可以在这边串接。但是我个人呢是比较倾向先接好 Telegram 之后，直接用白话文的方式跟它互动啦。那再来它的第2个形态呢，就是终端机的样子，就是你今天如果程式这部分没有问题的话，你也可以直接透过终端机的这个形态直接去跟它进行沟通。那如果你像我一样这个程式小白的话呢，就还蛮推荐大家可以直接先串好你的 Telegram， 等一下会教大家怎么串，就是你直接串好 Telegram 之后，你其实可以直接在 Telegram 里面去跟他讲说你想要让他去设定哪些东西，例如说串接 Google Doc 啊，或者你要教他做排程啊什么，你都可以直接在 Telegram 的对话视窗跟他去交代就可以，你就不用再去碰后面的这些东西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串接我们的 Telegram。那串接 Telegram 呢，一样就是进到我们刚刚的这个 dashboard， 就是控制台的部分哦，就是这个打开应用，按下去就会跳到这里面。那我们去找到左边选单里面有一个 Channels。点进去，那 Channels 的第一个你就会发现它就是 Telegram， 然后 Telegram 这边呢有一个 Set Up with QR， 你点下去之后它就会有一个 QR code， 那你就可以直接拿你手机的相机去扫这个 QR code， 它就会跳到 Telegram 里面去让你做串接，扫完之后就会出现这个画面，你就按打开，然后它就会让你创建一个机器人，那你就可以帮它命名啊什么，然后按 Create， 然后你 Create 完之后呢，你会发现，就是电脑上面这边有一个地方显示了你的 ID 啊什么的，然后你就按 Save， 然后 Save 跟 Restart， 然后它会需要重开，重开之后呢就串好了。那接下来呢就来跟大家示范怎样串接 Cloud 它的 API。首先呢，我们需要去打开 Cloud 它的 API 的后台，叫做 Cloud Console， 我一样会把连结放在下面。那你进到这个界面之后呢，那我们这边呢立刻就看到有一个 API Keys， 然后我们就新增一个钥匙，然后你就可以写说，例如说我是 Hermes 要用的，我就写 Hermes。然后它会有一个日期，因为就是怕说你的金钥在外面流通太久会有危险，所以它会希望你设定一个它的有效日期，那就例如说设定30天。新增之后呢，你就拷贝这个钥匙。拷贝完之后呢，回到我们的控制台，我们左边的选单往下滑去找到 Keys， 然后这边呢，你往下滑去找到 LLM Providers，Anthropic 这边呢，我们选择第一个就是 Anthropic API Key， 我们这边 Set， 你就贴上我们刚刚的那个金钥，然后按 Save， 这样子就完成了。然后呢，我们现在要来设定模型，我们在左边的选单这边呢去找到 Models， 然后在 Main Models 这边呢，我们去 Change。然后你就在这个选单里面，我们去找到 Anthropic Current， 然后你就去选你想要的模型，真的很简单，我自己觉得就是真的超级简单的。那我自己是推荐大家可以去选用 Sonnet 4.6， 因为它耗的金额其实不会很快。那如果你想要更省钱的话呢，其实你也可以去选择海虎 4.5 的话是最省钱的选项。那我自己会选择就是 Sonnet 4.6。那接下来呢，大家就可以直接在 Telegram 跟他对话了。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跟他的对话开头，一开始我是写了一个斜线 Start， 可能是要这样子才能启用他的这个机器人哦。接下来下一个章节呢，要来示范怎样给他排程任务哦，就是每天固定的时段自己去执行一些东西。首先第一个例子呢，就是我请他每天早上帮我整理新闻。那我的这个句子呢，就是直接非常直白的跟他说，早上9点都要帮我整理苹果跟 AI 的重要新闻，挑选5则，然后2句话讲完重点传给我。然后呢，他就会自己去设定这样子的内容。那出来的成果呢，就是例如说这样子，就是今天7月9号呢，他就给了我5则的这个消息。那接下来他就每天都会传给我这样子。那再来第二个排程的例子呢，就是每天11点就直接帮我选择今天的拍片题材。那拍片题材他传给我之后呢，我选了一个，他就会直接开始帮我写脚本，给大家看一下示范哦。例如说像这样子，他给了我4个例子，
它会让我很快的了解说这个话题是怎样。那例如说我今天选了1好了，我觉得1是一个很适合拍片的例子，我就回传1而已，然后它就开始帮我写脚本。那写完脚本之后呢，我就可以去进行修改，例如说我希望这个脚本长一点啊，或者是讲话不要很像 AI 啊什么的，那就可以，它就会直接帮我修改，然后回传到这边。然后我觉得 OK 之后呢，我就可以请它帮我传到 Google Doc， 就是会直接帮我建立文件，那我就可以直接在我所有的装置上面去看。大家可以看一个细节哦，就是比如说他帮我写完脚本之后，他就自己在这边帮我记录说，哦，我喜欢怎样的脚本的形式啊什么的，直接把它做成了一个 skills。而且它会不断的去更新，例如说我这边新增完 Google 账号的授权之后，它也会自己就是把这个讯息更新到它自己的 skill 里面。那我们刚刚这全部的过程呢，都是跑在云端的 VPS 上面，就是包含我们的 API key 啊、对话记录啊、他学会的技能啊，全部都是在那上面，所以我就不用担心说我电脑今天坏掉了，或者是遗失了，那它东西都不见了。尤其是在工作上面的东西呢，真的不能不见，所以可以存在 VPS 上面，我觉得是一个很安全的做法。那接下来呢，要讲几个就是在使用 Hermes 这类 AI agent 需要注意的事情。首先第一个呢，应该大家非常关心就是语言的问题哦。大家可能会发现我们刚才在设定的过程，例如说控制台的部分啊，什么都是英文，但是不用担心，因为只要你顺着刚刚我的做法去做一遍之后呢，你在 Telegram 里面去跟他讲话都可以用中文，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影响是不大，只是你前面可能要稍微去了解一下它的那个使用界面。再来第二件事情呢，就是 VPS 它自己本身是租伺服器的服务，也就是说我们刚刚使用 Apple Mate 的那个付款流程呢，它是只有付你租了这个云端空间的这笔钱。那今天我们刚刚串接这个 Cloud API 呢，它还是要另外算钱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刚说，就是你串接模型的时候，你去选择 Sonnet 会烧比较少的钱，因为 AI agent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选择模型要慎用。那因为像我自己一天呢，就是跑3个排程嘛，那加上它会自己学习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它的 token 用量还不算大。那如果你今天是疯狂的要它去做深度研究啊，去找很多资料啊，每天都有新的东西，很大的专案什么的话，那你 token 可能就会烧比较凶。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见仁见智，看你的用法最适合哪一种模型。那关于 AI agent 呢，我自己这样子用下来，我觉得最有感的就是真的已经有人可以开始帮我工作了，而且你只要设定好这个流程之后，我觉得我工作上真的轻松很多。就例如说，已经有人帮我整理好新闻啊，有人帮我整理好这个脚本，我可以直接开拍，然后加上之后的一些上传的一些过程，就是例如说我影片可能要上标题啊，可能要按什么按键啊，然后可能要 hashtag 什么要标上去什么的，这些全部它都可以来帮我操作。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要试着在云端上面架属于自己的 Hermes agent 的话，记得要去点击我资讯栏里面的专属链接 hotstinger.com/AppleMate， 还有记得结账的时候要使用我专属的折扣码 AppleMate 才会有10%的折扣哦。如果大家还有任何疑问的话呢，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